诸神黄昏，如今人类方3败3胜，打成平局。因为世家的胜利，诸神正在陷入动摇，这正是乘胜追击、一口气奠定胜利的好机会。布伦希尔德和格雷看望完世家后回到控制室，然而就在两人推开大门后，毛骨悚然的一幕发生了，里面站着的人居然是布伦希尔德自己。格雷吓得跟见了鬼一样，2个姐姐。布伦希尔德气得再次化身演绎女神痛骂对方，而这个假冒的女武神正是旷世的预言家米歇尔·诺斯特拉达姆士。米歇尔预言这诸神黄昏的胜利将会落到众神一方，格雷吓坏了，布伦希尔德则无语和他对视。米歇尔突然扑哧一笑，指着格雷哈哈大笑，他居然真的信了。格雷气得直冒烟，拽着姐姐问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。布伦希尔德表示，如他所见，米歇尔是人类史上最令人不悦的男人，不过遗憾的是他超级强。布伦希尔德警告米歇尔再胡闹就把他踢出人类代表，送回冥界。米歇尔一听就开始卖惨，说自己被冥界的怪物这样那样，身体和心灵早就破破烂烂了。布伦希尔德一句话都不信，米歇尔如果真的有心离开冥界，根本困不住他。格雷懵了，米歇尔身为人类，为什么会在冥界？因为米歇尔犯了神的禁忌，他是唯一堕入冥界的人类。居住着众神的天界和冥界之间存在着一扇门，门扉从天界看是黑暗，从冥界看闪耀着彩虹之光，即为红与暗之门。天界和冥界曾不断上演着惨烈的战争，为了阻止双方的侵略，两界之间建造了这扇门。通过这扇门，堕入冥界之物绝不允许再回到天界，能够自由进出的就只有宙斯、哈迪斯、奥丁、湿婆这些主神。换句话说，这扇门就是地府的锅盖。而米歇尔破坏红与暗之门，仅仅就是想看看门被破坏掉之后会怎么样。虽然没破坏完就被拦了下来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个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逾越犯。米歇尔问布伦希尔德他什么时候出场，被告知他的顺序排得很后面，毕竟他是人类的王牌。这时布伦希尔德也收到了哈迪斯出战的消息，格雷吓坏了，米歇尔激动坏了。两个人一起挂在布伦希尔德身上嚷嚷，根本没有人类能赢得过冥界之王啊！布伦希尔德掀开2个挂件，一掌拍上某张照片，只有一个人可以对抗哈迪斯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以王对王，能够抗衡冥界之王的只有万象起始之王的这个男人。寂静的走廊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层层墙壁被一个男人暴力贯穿，他似乎找不到自己的休息室了，于是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众神的 VIP 席。此时阿瑞斯正坐在椅子上和赫尔墨斯聊天。哈迪斯出战，第7场胜利必定是他们的囊中之物。竞技场被改造成了恐怖的冥界风，不管布伦希尔德派出哪个人类出战，肯定都只有在哈迪斯面前磕头认罪的份儿。突然，那个迷路的男人径直从阿瑞斯面前越过，一屁股坐在了哈迪斯的王座上，边夸赞了一句好椅子，以为是迷路的人类，毕竟那可是哈迪斯的专属椅子。阿瑞斯想好心带男人去人类的观战席，但手还没碰到对方，身体突然从半空中翻转，紧接着脸朝下狠狠砸在了地上。阿瑞斯都懵了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赫尔墨斯更是吃惊，这人什么来头，居然能轻松将阿瑞斯扳倒。男人突然指着他的头说太高了，这是什么地方无所谓，朕所在的地方即是朕的王座。没错，来人正是万王之王秦始皇。从地上爬起来的阿瑞斯暴怒不已，难道有神会亲切待人？他到底在搞什么？始皇帝完全无视他，自顾自地摸着软和的椅子。阿瑞斯火气更甚，一把拽住秦始皇的手腕，他可是奥林匹斯的12军神阿瑞斯。然而就见始皇帝轻轻一翻手腕，阿瑞斯再次被砸翻在墙上，快到阿瑞斯仍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反正回过神来他就已经躺墙上了。见到这一幕，赫尔墨斯露出了兄友弟恭的笑容，完全不顾在一旁躺尸的亲哥，殷勤地为口渴的始皇帝献上蜂蜜水。始皇帝对此非常满意。阿瑞斯不死心的刚爬起来，又被格雷一门板砸晕了。他们沿着被打中的洞，总算找到了始皇帝。布伦希尔德让始皇帝不要到处跑，擅自离开休息室就算了，而且弄的路上都是洞。始皇帝表示没问题，朕前进的方向就是道路。阿瑞斯这才意识到这个人类非常危险。格雷追着姐姐小声吐槽，说的这么伟大，但其实就是个单纯的路痴吧。布伦希尔德要带始皇帝离开，被一口拒绝。他超中意这里的，待在这里就不会无聊了。布伦希尔德对此表示遗憾，因为人类第7回合的斗士就是他。赫尔和阿瑞斯目瞪口呆，这就是要对战哈迪斯的人类。始皇帝兴奋地从椅子上蹦出来，布伦希尔德要带他去后场，又被一口拒绝。他不是说过了吗？朕前进的方向即是道路。瓦尔哈拉竞技场上亮起灯光，第6战结束后，人类和神的比分是势均力敌的3比3。激动人心的第7场终于开幕。首先是人类一方的战士，海姆达尔指向人类的入场口，但却空无一人。突然之间，锣鼓声响起，观众席上一群人正飞速朝着神明的入场口移动，紧接着聚集到了观战台和入场口之间，正是中华历代的皇帝
弟们，他们高举着由木板铺成的红毯，一路从观众台延伸到场内。始皇帝的面前赫然出现了一条皇帝之路。这不同寻常的出场方式给海姆达尔整不会了。这是临时改的出场方式吗？没人通知他呀。但作为专业主持人，自然该完美的应对斗士的即兴演出。历经550年，中华史上最大战乱春秋战国时代，由这个男人画上休止符，于无岛之外开辟新岛，于无城之处开疆与城，守卫一统中华的男人，历史上第一个接近神的男人，自封为起始之王，意为始皇帝。始皇帝这一拉风的出场，属实震撼了围观群众。神明这边对于他从神的观众席上走下来的举动非常不满，人们这边是怀疑他到底能不能打，而人类斗士出口这边，女武神师妹亚尔维特都被气哭了。他一直一个人等在这里，结果始皇帝连出场这点小事都不遵守，配对之后也不练习神器炼成，和这种人一体同心，怎么可能做得到啊？而始皇帝的应对办法是一把抱起亚尔维特，使其娇羞。乖啦，都说了没问题了。小萝莉瞬间芳心大乱，满脸通红，化成一道光缠绕在始皇帝身上，神器炼成，神罗凯秀。布伦希尔德带着格雷离开 VIP 席，为今之计，他们也只能相信始皇帝和亚尔维特的力量。准备入场的哈迪斯被波塞冬的侍从叫住，他向哈迪斯献上了波塞冬破碎的3叉戟，希望冥王也能够将他的主人带上战场，具人类神明的铁锤。哈迪斯表示，波塞冬并不希望为自己报仇雪恨的神，但他还是拿起了3叉戟和自己的武器融为一体，为弟弟报仇是哥哥的职责，他会带着波塞冬的一份一起战斗。波塞冬随从泪流满面，坚信哈迪斯一定能够为自己的主人报仇雪恨，填补世家背叛这位空缺的是用冥界紧急参战的这位大人。随着哈迪斯的走出，观众席上的众神突然冒着冷汗，齐齐行礼。他的步伐让世界胆寒，目光所及之处众生乞怜，令冥府的看门犬科尔伯罗斯臣服，最凶的怪物提丰俯首。他就是希腊3大主神的长兄，冥界之王哈迪斯。诸神黄昏第7回合战，王 vs 王巅峰对决正式开战。哈迪斯首先走向始皇帝，他对始皇帝本身没有什么不满，但是始皇帝所代表的是杀了他弟弟的人类，这就是让他憎恶的理由。竞技场被异常的寂静包裹。哈迪斯的第一击和波塞冬一样，是从正前方使出的径直突刺。这一击中所包含的力量之大，只要被击中一下就会当场去世。始皇帝低头躲过，长枪擦着他的脸颊刺了个空，带起的劲风瞬间击碎了他的耳坠。紧接着，哈迪斯那重量级的突刺犹如狂风骤雨般不断袭向始皇帝。始皇帝在他突刺的间隙中不断闪避，哈迪斯高高跃起，手臂上肌肉迸发，冥府的铁锤朝着始皇帝猛地砸下。始皇帝迅速跃起躲避，只听轰的一声巨响，地面在一瞬间粉碎，巨大的威力甚至波及到了周围看台，连卷起的劲风都成为了武器。始皇帝尽管及时躲闪，也仍被余威划伤了侧腹。哈迪斯乘胜追击，席卷着劲风的突刺已经近在始皇帝眼前，恐怖的风压在整座竞技场内回荡。这一击如果躲不掉，始皇帝必死无疑。就见在枪尖近在咫尺的瞬间，始皇帝突然吐出一口气，双手合掌往外一推，攻势凶猛的枪头瞬间停止，最后枪尾狠狠捅在哈迪斯胸膛上。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发起攻击的哈迪斯猛地倒飞出去，狠狠砸在了看台里，齿右凯视，成立天凤。面对被打到单膝跪地的哈迪斯，始皇帝嚣张的开口：“听说你是冥界之王，世间之王，唯朕一人而已。”